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今天教大家做的是《孤独的美食家》中国版台湾篇第10集中出现的土凤梨酥。所谓的土凤梨酥呢，是指它的内馅用的是原产于台湾的纯的土凤梨。土凤梨酥，看来口感可能会比较特别。有别于一般的市售凤梨酥，因为市售凤梨酥中的内馅呢，一般含有1半以上的冬瓜。虽然大家不一定能够买到特定品种的土凤梨，但是用纯的菠萝来做内馅，做成凤梨酥，味道也是非常好的。内馅的原料就只需要菠萝、细砂糖和麦芽糖。下面首先我们要来切菠萝，先把菠萝的叶子去掉，这样你一会儿比较好拿。然后沿着它的弧度把外皮切掉，然后拿一把小一点的刀，顺着菠萝上的这些眼儿，就是沿着它们的走向，在两边各划一刀，做出这种 V 字形的切口，这样菠萝上的籽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掉了。把处理干净的菠萝纵向切成4等份，然后再把它中间的这个硬硬的心给切下来，因为菠萝的心和外面的组织是软硬是不同的，我们要分开处理。把菠萝肉的部分先切成片，再切成丝，最后呢再切碎。接着菠萝心也是一样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呢再细细的切丁。注意菠萝心呢，因为比较硬，含的纤维比较多，这一部分你要尽量的切细。如果你有食品料理机，也可以用机器来打碎。同样也是两部分要分开处理。把切好的两部分的菠萝肉都放在一起，倒入平底锅里头，开大火加热。再倒入细砂糖，慢慢的等糖溶解之后，菠萝就会出汁，开着大火把汁收干。一直煮到菠萝肉都变得透明了，锅底没有多余的果汁，并且你感觉它们有一点发黏的时候，就可以把麦芽糖倒进去了。麦芽糖在常温下是很硬的，倒之前你可以先微波炉转几秒钟，让它可以流动。倒入麦芽糖之后，就可以把火转小一些了。你要进一步的收干菠萝中的水分，但是注意呢，要保持小火，并且不停的翻动，防止把它烧焦了。时刻观察锅里的状态，直到你发现用锅铲翻起这个菠萝肉的时候，它接触锅底的那一面会发白，这就是一个标志，标志着这个菠萝肉里的水分已经基本上完全的收干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再稍微的加热一下，让它的颜色变得有一点焦糖色，整个感觉非常的粘稠，就可以起锅了。做好的凤梨馅盛出来，放在盘子中铺平，放在一边晾凉。这时候锅里头还剩下一些菠萝酱，不要浪费了，倒一些热水进去煮开，把锅子涮一涮，再丢入一个红茶包，煮一会儿，过滤之后再冰镇一下，就是很好喝的菠萝冰红茶了。现在我们要来做外皮了，你需要低筋面粉、黄油、细砂糖、全蛋液和奶粉，另外还是需要一点点盐。首先要把奶粉和低筋面粉混合，再撒入一点点盐，然后过筛。
加入奶粉可以增加酥皮中的奶香味儿，并且让这个外皮更酥松。不过奶粉不是必须的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换成等量的低筋面粉也可以。下面来打发黄油，黄油还是要事先充分的软化到室温，放在厨师机里头用中高速打发一会儿。到黄油颜色变浅的时候，就倒入细砂糖，继续的中高速打发，大概需要2-3分钟吧。中间你可以时不时的刮一下碗壁。一直到把黄油打发到体积膨大、颜色明显的变得很浅的时候，就倒入鸡蛋，然后再继续的打发，就和做黄油蛋糕是一样的，要把蛋液完全充分的混合到黄油中，让黄油鸡蛋的混合物从水油分离的状态重新回到顺滑的奶油霜状。现在呢，把厨师机的速度调到最低，把刚才过筛好的粉类一勺一勺的加进去，直到全部加完就马上停止，不要过度搅拌。之后再拿刮刀稍微的翻拌2下，到你看不到干面粉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外面酥皮的面团已经做好了，但是这个时候还不能直接用，你要把它拿出来放在一块保鲜膜上包起来，然后放入冰箱冷藏一会儿。因为这个时候面团非常粘手，让它冷却一会儿你比较好操作。这个时候之前做好的凤梨内馅儿也已经冷却了，我们趁它还比较软的时候，要把它均匀的分成20等份。我做出来的凤梨内馅一共有大概300多克，然后呢，我准备做20个凤梨酥，每一个凤梨酥需要15克的内馅。如果你有这个厨房秤的话，你可以一个一个的称量，就是这样用2个勺子刮出来，每一个馅儿都是15克左右，让它的重量比较准确，这样你做出来的大小也会非常一致。这样分好之后呢，再拿去冰箱里头冷藏一会儿，大概冷藏30分钟吧。它冷却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硬，你一会儿会比较好包。冷藏好的凤梨馅儿拿出来之后呢，你把它每一个都搓成小圆球，接着在上面撒上少许的面粉，只要不要让每一个小球互相粘连在一起就可以了。不要忘记面团也还在冷藏中，这个时间要拿捏好，不要让面团变得太硬了。这个时候面团的状态呢，应该是比较软，但是不太粘手。如果特别粘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再冷藏一会儿。现在再来切这个面团，先1切为2，然后其中一份搓成长条，再切成10等份，所以整个面团也是分成20等份，和内馅是对应的。取出一份小面团，搓圆，在手心里按扁，在中间按出一个窝来，放入1球凤梨馅，然后用一边拇指抵住凤梨馅，另一只手的虎口往上收口，收到1大半的时候，再用手在两侧这样轻轻的搓，这样两边的面团就会自然的爬升上来，最后再把这个口轻轻封住就可以了。就是这样把凤梨馅完全的包裹在外皮之内，然后尽量的让它外面包的这一层外皮厚度比较一致，然后也尽量的保证它外皮不会破损，口是完全收好的。在操作的过程中，因为你的手有温度，面团可能会变得比较黏，这个时候你稍微在手上沾一些干面粉就可以了。再把所有的馅儿和外皮都包好之后，开烤箱预热到170摄氏度。然后入烤箱之前呢，我们还要再整一下形，在砧板上撒上少许的面粉，
把每一个凤梨酥呢都两边按扁，然后用你的2个手掌轻轻的这样转动它，让它形成一个这样比较规整的形状，像是象棋子一样吧。一般的市售凤梨酥都是用模具来烤的，所以它形状会非常的方正和规则。不过自己在家做不一定非要用模具，直接用手塑形也是可以的。把凤梨酥整齐的排列在烤盘上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70度烤10分钟。然后10分钟之后呢，我们要拿出来翻一下面。翻面的时候呢，你要小心一些，这个时候它是很脆弱的，你可以用2个刮刀帮忙辅助。就这样小心的把每一个凤梨酥都翻了一面，再放回到烤箱，还是170度，再烤上大概5到8分钟吧，所以总共时间是15到18分钟。到凤梨酥的2面都烤成金黄色，就可以出炉了。烤好的凤梨酥首先要把它彻底的晾凉，然后密封起来。到第2天的时候，饼皮会有一点回油，吃起来就会比较酥软，这个时候口感是最好的。这种用纯的凤梨馅儿做成的凤梨酥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掰开之后会有拉丝的效果，因为菠萝本身是富含纤维的，这样掰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凤梨果肉在里面，吃起来也是微酸，然后富有浓郁的果香，味道和以往你买到的那些是绝对不同的，非常的货真价实。和一般用冬瓜做内馅的传统凤梨酥相比，余味更多了一份水果的酸味，很新鲜的口感呢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这道有台湾风味的小甜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慢食慢语节目呢，请在下面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或是微信。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见。